燕雲16聲開封的劇情直接封神了。什麼神啊？黑財神啊，這名字呢多多少少都有致敬黑猴之意啊，特別是那一句為何不敗，怎麼就這麼耳熟呢？不得不說，開封劇情的精彩程度還是遠遠的超出我的預期。那種跌宕起伏的劇情，那種扣人心弦的時刻，那種讓人欲罷不能的魅力，真的讓人回味無窮。再加上那些精美的畫面，那些細膩的動畫，讓人嘆為觀止。玩遊戲的時候呢，我感覺自己已經不再是簡单的玩家，而是開封城裡的救世主，參與到了這波瀾壯闊的江湖故事中。開封劇情主要講的是什麼呢？它是以北宋開封為背景，融入了貨幣流通、國家信用等元素，講述了主角在複雜的局勢下與各方勢力周旋，揭開陰謀，力戰黑財神等強敵，體驗民生疾苦，最終實現蒼生無言，俠為其生的故事。虽然主角在整個劇情中都是棋子的角色，背後真正的是各大勢力的博弈，涉及到契丹、北宋、南唐三大勢力，還有各個江湖勢力，甚至於廟堂也有千絲萬縷的聯繫。比如說醉花陰本屬於南唐的勢力，卻活躍於北方的開封城中，成為了最大的情報組織。10幾年前的北伐事件中，契丹和南唐欲聯合夾擊後周，清豐邑事件後聯盟擱置，五代第一明軍柴榮整合朝廷與江湖力量，北伐剛取得一些進展，卻不幸染病身亡。醉花陰在東华門外唱出點檢做天子，加劇了後周的混亂。最終跟隨着柴榮南征北戰的趙匡胤選擇陳橋兵變，奪取柴家的皇位，以宋代周。跟清河一樣，燕雲的劇情之所以出彩，還在於小人物的刻畫。這些小人物，他們沒有華麗的衣裳，沒有跌宕起伏的劇情，但他們身上卻有着一種獨特的魅力。他們或許默默無聞，但他們的存在卻讓整個故事更加的豐滿，更加的真實。他們就像生活本身，充滿了細碎的感動，充滿着人情味。龟奶奶靠賣草龜為生，想給兒女買些好吃的，然而兒子早已戰死，女兒也在後周太祖郭威進城那晚死去。老伴為了保護家中的錢被契丹人虐殺，撫恤金還被當官的以收稅的名義搶走了，反映了亂世百姓的苦難。東闕公子，他是未央城曾經的城主，是經營有道和心狠手辣的翁無缺，也是心繫蒼生的嬴烨。他算是開封的一條暗線，劇情呈現的都是人畜無害、騙我入局的故事，但背後的故事卻讓人心驚又心疼。他並非未央城上任城主溫韜的嫡出，小時候受盡欺辱，靠着天賦、手段、鮮血才爬到了城主的位置，甚至首任夫君。他並非良善之人，但為了拯救開封，他可以不顧一切，和主角一樣是個傻子。福禄壽，可愛的小福、小禄、小壽是九流門的道主，他們以小孩的形象出現，雖然看起來年紀很小，但是實力不容小覷。他們是朱家三姐妹，父親是九流门前掌門朱佑生，因為洪嗣的背叛被害，變成了不人不鬼的樣子。在薛醜的帮扶下，福禄壽才能穩坐道主之位。九流門在這個3個活寶的帶領下，變得有些奇奇怪怪的。但是在蒼生、在大義面前，九流門也會毫不猶豫地站出來。開封篇劇終了，也並不代表故事結束了。韓儀還是下落不明。東闕公子說，韓儀找上東闕公子是未雨綢繆的，想為神仙渡尋找一條退路，可這退路卻用不上了。秀金樓提前到來，讓所有的準備都成了泡影。東闕公子建議去醉花陰打探打探，因為那裡是秘密最多的地方。我猜測很可能醉花陰最終給主角指明的一個地方就是河西，全稱是河西走廊，大概就是現在甘肅的位置。在5代十國時期，河西走廊的政治格局也是異常的複雜。西涼國的建立與兴衰是這一時期最顯著的歷史事件之一，但作為絲綢之路的重要通道，河西走廊在5代十國時期商貿活動頻繁，西域各國的商人通過絲綢之路來到河西走廊，帶來了各種奇珍異物和商品，促進了河西地区的經濟發展。5代十國時期也是河西走廊民族交融最为繁荣的時期，各个民族经过長期的交融，河西走廊漸漸形成了具有區域性特點的風俗習慣，還湧現出了涼州詞、西涼樂、西涼記等文化形式。這些文化形式呢，不僅具有濃郁的地方特色，也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。亂世之中，河西也算是當時的一個世外桃源，其原因就是因為邊緣。燕雲16聲的河西將會是與清河、開封完全不同的風格，以詩為核心的區域，以回家為題的故事。也許在那裡呢，我們將會與韓儀、江疏、紅線再次相遇。
總之呢，光劇情這一塊，《煙雲16聲》絕對是我近期玩過最驚豔的遊戲之一。如果你還在猶豫要不要入坑，那我勸你閉上眼睛跳進去吧，絕對不會讓你失望的。準備好哭鼻子吧，少俠們，咱們江湖再見。